刚刚《罗小黑战记》TV 定档2026年下半年。什么？你说我怎么会这么快做出这个视频？因为定档这个文案我录了好多个版本。我本来是在准备显微镜系列第2期，但刚开始准备就刷到了山新发的微博，是国创发布会的预告，文案里特地写了阔别4年。结合导演之前发的微博，还有上个月的备案通过消息，肯定是 TV 有动静了呀。不管怎么说，11月15日都是更新重看 TV 系列的好时候，所以这期我们继续重看 TV， 本期重看第19集到第25集。重看系列前2期主页可查看。由于 TV 第3本实体漫画书还没出，所以这期跳过这部分，从和大电影的 callback 讲起。第19集这里有个超级小的细节，也是我看了大电影之后才注意到的，就是阿根小白去城里坐的车，后视镜里没有做对应的画面变化，但是在大电影1里，无限载着小黑的小电驴后视镜里头的画面是随着小电驴的前行而变化的。这个小小的细节改变让我想起来17年导演关于为什么想要做电影的回应，因为想做高质量动画，比起 TV， 电影质量只能升不能降。不管是从大场面还是小细节来看，他们确实都做到了。第20集在剧本结构上隶属于会馆篇，更新时间在2015年12月30日。这个时候大电影1已经发布了第1张海报，所以这集有很多信息都是为了大电影服务的。最明显的要数小黑看地图的镜头，在卡里为小白他们讲解会馆时，小黑突然走到了一边，在一座小岛面前停了下来。对比设定集中交代的离岛地形图，就会发现他盯着的正是离岛，而更多与大电影相关的信息藏在了卡里的台词中，比如卡里的这句和木系攻击型的速生速死不同，指的就是风息。大电影2里流石会馆的那个红发小妖精也同样是攻击型木系。再比如卡里说，但每个会馆都有很多人类在辅助，对应的就是大电影2里呈现的苍南会馆、寒木会馆的景象。还有这句以前还好，但当人类变得越来越强大之后就有点麻烦了。经过几次事件之后，我们才定下现在的方式，这是现在最好的相处方式。对应的就是大电影2的会馆遭遇人类袭击事件。不过这里提到了几次事件，不知道大电影3还会不会有其他会馆遭殃。这张大地图里藏着的信息就更多了，先从熟悉的地方讲起吧，以免大家跟不上。首先我们来看卡里特意介绍的这个地方灵溪，也就是小白所在的城市，在地图上对应这里，和之前教授通知台风要来的那个背景也能对上。由此我们可以确定颜色较深的这片区域就是小白所在的国家，也是会馆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从地图上不难看出会馆的足迹遍布全球。在大电影1的番外漫画馆长篇里，潘馆长有提到全球共有83个分馆，龙游会馆就是其中之一，就在龙游市。而将这一格里龙游的轮廓与大地图进行比对，我们就能锁定龙游的位置，也就是在这里。再比对大电影2里雇佣兵对流石的作战路线，可以锁定流石会馆在这个地方，也能对上流石是边境道场性质的会馆这一设定。目前能99%确定位置的就是这3个，其实还有2个地方也能定个大概位置，不过依据没有那么全，大家可以听个乐子。对了就是寿比木头牛，错了就是我瞎说的。一个是兰溪，兰溪总共有2条线索。兰溪镇72话里，新帝拿着新国的地图，通过这张地图可以锁定新国的位置，对应大地图大概是这片地方。兰溪镇109话里，老君找新帝要了块地，地处苍山之南，衡阳之北，依山傍海，三国交界。结合新国地图看，取的这块地可能是在左下角这块地方，对应大地图也就是这个位置。另一个是寒木会馆，线索同样有2个，一个是大电影2里无限通过寒木会馆去的总馆，说明它是离无限家最近的分馆。而另一个线索说出来大家可能会有点意想不到，但也不全无道理，就是在第2集片尾小黑脑子里的那个路线图，已知小黑此时在灵溪养伤，他伤好后想回的地方就是家。那么从这张路线图我们可以知道无限家大概在灵溪东边，小黑能想着飞回去，说明离得可能不远。对比大地图，灵溪的东边正好有一个会馆，而且靠近海边，这和大电影2里小黑无限在海边玩的场景也能对上。总之不管以上结论对不对吧，就是只想和导演说，没事，你不会写推理项不用硬写，你的观众会自己把它完成推理项的。
对于会馆篇，兰溪正也有一些信息能够对上，比如19集卡里提到的会馆由3位神所创，这个信息在兰溪正第110话正式交代了。老君在那迦事件后开放了会馆，有意向的妖精不管强弱都能加入。会馆在那迦事件之前只是老君在人类世界中面向妖精设立的客栈，和现在的妖灵会馆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而那迦事件之后，老君对会馆的定位就变了，开始管纳门徒，建立妖精的秩序。刚开始妖精们对于是否加入会馆也举棋不定，但是在听说哪吒和冥王也加入之后，不少妖也心动了。所以对于这 2.0 版本的会馆，哪吒和冥王也确实属于是创始神。顺便一提，目前罗小黑的世界观下对于仙是有明确的标准的，打开灵之空间即成仙，但对于神只是说达到某些特定条件即可封神，这个特定条件是什么还没有交代。目前剧情明确交代的神有5位，老君、冥王、哪吒、炎帝、那迦。值得一提的是，杨戬在小黑的世界观里很可能也是神，因为在110话里，这位老者在分析局势的时候提到的这些角色里，除了杨戬都是名牌神。杨戬能加入这样一段对话，大概率也是妖精设定，而且已经封神。第19集还提到了阿根不熟悉现在的会馆，阿根对于妖精世界的所有知识基本可以确定是来自玄离，这句台词的言下之意也是在说玄离不熟悉现在的会馆，这一点在兰溪正中也能找到信息呼应。玄离大概是在那迦事件发生300年后，也就是100多年前离家出走到了深山，近100多年的会馆变迁他都没有参与，也就无从给阿根讲述了。当然了，从剧情设计角度来说，也正因阿根不了解，我们才有机会知道。他如果知道了，那就像数学课老师讲题一样，但凡有一个人说会了，那这道题就不讲了。还有一点也是这次重看 TV 才发现，第22集穆斯介绍他们是分身状态，本体在安全的地方，即使分身破灭了也不会有危险，只是不回收分身会影响修为的那段话，这不就是那迦吗？原来这么早就交代了这个设定。第19集到25集与兰溪正整体的 callback 比较少，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其他细节和古早信息。第20集，哥哥坐在客车上，后座的大叔在睡觉。关博曾对这个场景发了相应的幕后。小黑里的每个群众演员果然都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第21集片尾里，小白和山星一起睡觉。这次 TV 在日本上线，重做了一个日版 ED， 里面也有两小只类似的场景，非常可爱。第22集里提到众生之门需要实名认证才能购买，不可代替他人购买。现在回看，这就是为了方便找到有潜力的人类做准备。第23集小黑逛漫展被摸头，看到这里我想起来上次去 CPSP 玩，大家也是这样摸小黑头的。23集还有个伏笔，穆斯他们走前特意要回幻灵石，哥哥却说会抹去印记，以后还能用幻灵石联系他们。而24集也是这样，青丘一行人得到天明珠后也是表示如果以后有需要还可以找他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小黑世界观里短暂登场的那些配角们在散场的时候总会留下点什么来保证后续还能再见面。抛开剧情层面的伏笔不谈，单论这个设计就感觉很温暖了。不管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但是只要想见就还有机会。粉末、七果、树虎、木洛、慕斯、坛九、阿仙、青丘、破老、千真、九仙、老虎，无一例外都是这样。还有25集短暂登场的魁之也是这样，期待上学篇或者后续的某个篇章还能看到这些老朋友。关于天明珠，这2集也是留足了悬念和伏笔，直到现在我们也依然不知道天明珠对于老君和谛听到底有什么特殊意义，天明珠到底能治什么病，青丘他们的朋友到底是什么人，小黑到底为什么用不了天明珠，是因为小黑是空间系，还是因为小黑已经算是打开了灵之空间呢？好多伏笔啊，不知道上学篇能填几个坑，真希望一键跳到 TV 更新的时候。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话还请多多3连支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